哎呦，你有眼光哦！这是用这个 Picho Jimenez 跟 Oloroso。刚刚老师有讲过说，它是一个甜，一个不甜，甜跟不甜加起来到底会甜还是不甜？我们不知道，就是由他来说。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做不到。对啊，跟他体液交换是怎么？你就直接开吧。没有，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调戏他了？他刚喝哪边？这边是不是？社长康复后领悟了一件事情，珍惜开片当下的快乐。进行我们的三统融合，对吧？我们现在3个人嘛，对不对？果然，这就呼应一个成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来，三人成虎。哦，漂亮！来，三得九。漂亮！来，三顾茅庐。来，姗姗来迟，三商巧福。三商巧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不好意思，这是从隔壁棚来的，你知道吗？我们从来开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奥社长来品酒。你刚刚那个舒服，应该再更舒服一点。我让你舒服。好，各位，隔壁棚来的果然不一样。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雪莉桶的前世今生。我们特别从隔壁棚99女孩拉过来讲雪莉酒，毕竟它是 WSET 3级的资格，市面上你一定看到非常多的威士忌，它都会说它是过雪莉酒风格的酒桶。那到底什么是雪莉桶风格呢？最常听到的 Oloroso、Picho Jimenez、Amontillado、Fino、Palo Cortado， 还有 Moscato， 对不对？你是不是听到非常多的这些雪莉酒的品种？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它到底会带给你什么样的风味？它过了威士忌以后，它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消费者一知半解。所以今天就由我们的葡萄公主带着你们回到雪莉酒的前世。那一开始呢，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威士忌它当年为什么会熟成在雪莉酒桶里面？因为早期在西班牙，他们做了雪莉酒，就装桶直接销售了。当年呢，他们的雪莉酒桶运输到英国来，然后呢，到了英国了以后呢，苏格兰酒厂的人他们认为你的雪莉酒放入我的威士忌，是威士忌放入雪莉酒桶，社长还没喝就醉了吗？它的熟成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非常棒的风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在18世纪左右呢，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就特别钟情于雪莉酒桶。当年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就发觉这个美丽的误会原来是一个非常棒的味道。可是，一直到了近年来，你们是不是会出现润桶2个字？对，葡萄公主原来还在线上啊，录这么久终于开口了。所以这个润桶工艺呢，其实跟当年就不一样。当年他真的把雪莉酒放在橡木桶里面，然后抽取出来，然后装成雪莉酒贩售。这个雪莉桶就是给威士忌酒厂去陈年。可是现在因为苏格兰威士忌越来越蓬勃发展，所以导致雪莉酒桶不够，所以开始有润桶工艺。那所谓润桶工艺呢，我的酒是来自于雪莉酒庄，可是现在开始苏格兰酒厂它会改口，我的酒是来自于雪莉酒桶制桶厂。我这个酒桶就是真的是润桶来的，它不是用于雪莉酒装瓶上市的。那它怎么做呢？各位，橡木桶来了，它直接放入雪莉酒，然后用快速熟成的方式，最后抽取出来这个雪莉酒，它就不要用了，然后直接把这个桶子直接就给苏格兰用。它甚至可能用很快速的方式加压，让这个雪莉酒液直接快速的附着在橡木桶里面，非常快速，然后直接空桶直接送过去了。所以开始有这样一个制桶工艺的产生，甚至他们这个空桶子送到苏格兰的时候，还会放一点点雪莉酒在里面，让它有风味在。对，让它去跟这个橡木桶当中开始去相互融合，最后呢再去放在苏格兰蒸馏厂里面去做熟成。所以这是目前现在的润桶工艺，但其实早期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因为时代的演进，所以开始有所谓的润桶，开始有所谓的雪莉桶制桶厂出现。在前世的部分的话，就是由我们的葡萄公主就最熟了，对不对？有这么多的雪莉酒的风格，到底它要如何去区分？来，葡萄公主，请说。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雪莉酒好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它其实是产自西班牙。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用一些当地所规范的一些特别的品种去经过酿造，并且加入烈酒的加烈葡萄酒，所以它的确就像社长说，它是属于葡萄酒的一环，然后再经过一个他们特殊的陈年系统叫 Solera System， 以此闻名这样对，所以它其实是葡萄酒的一种，没有错。 OK，对，那我要怎么去区分这些我们叫种类，对不对？雪莉酒的
种类风格，对，种类风格。我觉得消费者的话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法，基本上就是分成3大类。第一类就是不甜雪莉，不甜雪莉的话就是包括大家刚刚常听到的Mazzanilla、Fino、Amontillado、Petro Cortado 跟 Oloroso， 这些是不甜的。所以如果你在酒标上看到这一些雪莉酒桶的话，它其实就是不甜的。那第二类的话是甜的雪莉酒，甜雪莉。那这可能就是消费者会比较少听到，像一些 cream 种类。对，那这边我就不多讲，因为台湾比较少见。第3种就是自然甜雪莉，就像刚才社长讲到有 PS 跟 Muscat。消费者如果看到这些酒标，你可以先大致上就会知道说哪些是甜，哪些是不甜，所以你会有个概念。因为如果它是过甜的雪莉桶，基本上它可能可以带给酒款比较一些甜美的风格。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比较甜美的风格，那也许你就可以选过了甜雪莉的酒桶这样子。原来它的那个雪莉酒的前世这么复杂。对于威士忌的这个玩家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前世它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刚刚有跟消费者介绍到说，风格的话，你可以先判别它是甜和不甜。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分辨它是经过氧化型的陈年，或者是生物型的陈年。因为好难哦。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因为其实雪莉酒它有主要2个不同的陈年方式。那生物型陈年基本上，简单的说，你就是要记它基本上就是把氧气隔绝，所以它要保留说酒有比较多的一些酵母然后一些比较草本或是杏仁的风味。所以如果消费者他是喜欢这种比较轻柔的感觉、草本的感觉，他可以选择是经过生物型陈年的雪莉酒。那这些有包含，比如说 Mazzanilla、Fino 等等的。其实，在市面上很少见生物陈年的。对，那像我们比较常见的 Oloroso， 它其实是经过氧化型陈年，所以它会有比较多一些木质果干那种比较深色水果的感觉。那也是台湾市场比较常见的。所以其实消费者可以先用甜和不甜，然后你喜欢生物型的风格还是氧化型的风格来判别。OK， 因为通常我们比较粗俗一点，我们都是用价钱来判断的这个大概不到1000块 OK 了，行的了。这个5000块我大概可能不行了，我们都是用价格来分的。说到用价格来分，今天怎么少了一位尤拉呢？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氧化，什么是生物，这样我们分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拍这部片，就是要让你知道了，不要再乱喝酒了，对不对？我们连葡萄公主从隔壁棚拉过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原来威士忌，原来雪莉酒的前世今生是长这样子。所以经过今天我们的葡萄公主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你一定知道说，原来它是属于甜的，原来它是属于不甜的，原来它是属于自然甜，原来它的前世是长这样子。然后如果它今天到了苏格兰酒厂陈年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变甜吗？它还是会不甜吗？还是它还是自然甜呢？它到底会是哪一种风格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喝给你看，甜的会不会最后变甜，或者是不甜的它最后变甜？葡萄公主，你会选择哪一款酒？我今天要选过 Muscat 雪莉酒桶的威士忌。你有眼光你选了这个 Morris 的，它是来自于澳洲蒸馏厂，它是在前世 Muscat 的时候就是陈酿过 Muscat，然后呢抽出来装瓶上市，它是100%陈年于 Muscat 这个酒桶里面，因为呢它的前世就是黄尾袋鼠集团。对，所以你喝的这款酒是非常非常的风味非常饱满的。Muscat 是属于甜还是不甜？它是属于甜的，它是自然甜，就跟 PX 一样。然后 Muscat 它最主要的特色，它的果香跟花香非常的明显。对，所以如果消费者是喜欢带一些比较甜美的感觉，或是一些花果香比较奔放，你可以考虑有过 Muscat 桶的威士忌。好。那我个人呢，我要选一款我还没有介绍过的，然后来分享给各位，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口感，而且是消费者常常见到的而且市面上80%可能都是这样的过，就是我们的亚伯乐。亚伯乐这边的酒标上其实写的非常清楚了，它是双桶熟成。你一定很想说，社长你怎么知道是 Oloroso？ 它上面只有写 Sherry Oak 而已。但是坦白讲，如果它讲的是雪莉桶 Sherry 的话，基本上70%-80%甚至100%，它一定都是在 Oloroso 里面。你影片看到现在，一定在想一件事情，是到底尤拉去哪里？尤拉，还我尤拉来！找喝酒，阴魂不散是不是？听到喝酒的时候你就出现。尤拉为了替自己加薪，躲在下面半小时也值得了。好了，有了，选一支，快点来。好，那要选这一支。哪一支？格兰多纳是不是？哎呦，你有眼光哦！这是用这个 Petro Jimenez 跟 Oloroso。刚刚老师有讲过说，它是一个甜，一个不甜，甜跟不甜加起来到底会甜还是不甜？我们不知道，就是由尤拉来说。好，等一下就来喝喝看。进入我们的称酒环节。哎呦，各喝各的酒哈。好挤哦。讨厌了，这样。
好了，这3支是我们今天喝的3支酒，各自品饮各自的风味。我今天没有带你品，你就直接喝。我刚刚一直听到你那咕噜咕噜的声音，不然你以为尤拉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替自己加薪的。我这个亚伯乐的这个香气，它是比较有波本调性，比较强烈。我认为它的那个香草味，还有那个奶油的味道非常非常突出，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蜜饯味，还有一点肉桂的味道。我对于这个风格的调性还蛮喜欢的，就是亚伯乐的部分。我刚刚就是要喝这个的时候，我要闻它的时候，本来就是觉得它酒都已经就是那么少了，代表就是它已经跟空气接触很多，可能香气什么的应该都挥发掉。但是没有我一闻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是好清晰的哦，我闻不太到就是有那个 Peach Jimenez 跟那个 Oloroso 那种比较氧化一点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喝得出 Peach Jimenez 跟 Oloroso 的话，你大概就是那个神之舌了啦。老师刚刚有讲过，他们是有氧化过的那一种香气，氧化都喝得出来，代表你真的是一个文化人呢。看尤拉就知道应该是阳明山上的文化人吧。那我的这个是 Musca 嘛，甜的雪莉酒，但我觉得目前闻起来反倒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甜，果味是蛮明显的，然后我觉得是偏比较熟果，然后带一些花香跟草本，但是这支我觉得它那种草本跟薄荷的风味还蛮明显的。我刚刚喝到这个亚伯乐，喝进去就可是开始奔放出来就是雪莉酒那种比较涩感、比较单宁味的感觉，而且它的酒体是扎实的，它那个涩感是在舌头后方的那种涩感。Oloroso 是不是不甜？不甜的我就说嘛，是不是不甜？这是疑问句吧？3.0的社长疑问句都充满自信。我对于亚伯乐这一款酒，坦白讲，过桶的工艺其实还不错。我很少喝到亚伯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觉得我想要试试看，没想到它给我惊为天人的感觉。果然亚伯乐需要我这个伯乐。那换你啊，可以吗？好不好？你可以接一下，换你吗？那是的，你觉得我这个 Peach Jimenez 跟加 Oloroso 的是甜还是不甜？我猜甜，因为通常甜跟不甜加起来的话，甜度会提高。它真的是甜的，它真的蛮甜的而且它就是里面有一些什么巧克力啊，然后葡萄干，然后还有一些摩卡的味道，加上一些它的甜美度，就觉得哇！但是它是轻盈的、清爽的，不会很厚重，我觉得很好喝，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喝下去感觉到甜美，但不会让人到觉得非常甜。闻起来其实蛮清新，喝起来蛮浓郁跟强烈的。好，各位，今天是推荐给各位就这样子了吗？当然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样太短了。我们现在进行什么体液交换口水交换。我不要，那我要它的啊！我要尤拉，我要它的。球员兼裁判规则都替自己定的。好，就这样子。现在得到的是什么？Musca，你换到谁的？你的啦。我的是不是？现在开始要挑战对方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突然一起？有一点点这个蜜糖的感觉，而且厚实扎实的一些香气，它比较有红色莓果的味道。这款酒我坦白讲，我觉得厚重一点，它有一个很棒的蜜饯的味道，是比较偏向于乌梅蜜饯，就是它蜜饯跟木质有点混在一起。对，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木质调性，所以这款香气坦白讲很棒为什么我觉得它很棒呢？因为它曾经当过我的干爹。不是因为被我喝过，我刚刚也以为他要这样讲。坦白讲我不是那么下流的人。虽然大家都一直误会你，可是其实市场就是从来都没有下流过。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做不到。对啊，刚刚体液交换是怎么？你就直接开吧。没有，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调戏他了？他刚喝哪边？这边是。社长康复后领悟了一件事情：珍惜开店当下的快乐。我觉得你好像昨天是去吃热炒，有一点9层塔。好啦，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一样，就是有蜜饯味，是比较像是那种小红莓，就是 Seven 可能有卖那种一包装，一颗一颗小小红红的，然后外面有果糖的，因为你可以就是闻到它就是有一些糖粉的一些甜味。然后木桶味，然后小红莓味，闻起来味道非常好。来，再来我们的龟玉塔小姐格兰多纳，我觉得尤拉喝过的都很好喝。这什么评论嘛？这样，到底是甜还是不甜？我觉得它还是有甜美感呢，因为我刚刚喝完 Musca， 那个比较甜吗 ？Musca 好像比较甜一点，可能每个人感管不一样。看来吃到别人口水真的有差，钢管一不一样，要比较才知道。我刚刚已经喝过了，它的那个甜感，我觉得不是在很高，它比较偏向于草本系，有点像香瓜、甜瓜的那种水果感，而且不是所谓的我们焦糖吐司，那或者是那种什么比较巧克力那一种，没有，它这个不是属于很甜腻的感觉。在我的雪莉桶威士忌的印象当中，它的口感是属于特殊型，很主流风格，但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气味，而且它酒体又扎实，比较
草本系。多纳这支的甜，它的这种甜美感会比较沉一点的甜美感，然后那一支的甜美感是我觉得比较轻盈的那种。对，你觉得口感呢？你的亚伯乐口感呢？其实就中规中矩其实双桶要求的就是一个平衡度嘛。对，没错。我觉得它在喝起来真的是很好喝。波本桶的调性还是蛮强调出来的。如果就是以雪莉桶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并没有很突出。我觉得刚刚尤拉讲了一个非常中肯的一句话因为它并没有强调它是雪莉酒，它强调的它是双桶熟成，所以双桶熟成它强调的是平衡感。无论是波本桶或者是雪莉桶，它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感的调性。所以尤拉的嘴巴坦白讲算中肯，而且实在啊，又加入了我几滴的口水后，它又特别升华了。跑来蹭酒的尤拉心情从愉悦逐渐升华为惊恐。我觉得这支好像也有一些单宁感，就是比较紧实的感觉。你说紧实，哎呦。好敏惨了感惨了！对你喝下去以后是嘴唇紧实，还是舌头紧实，还是喉咙紧实？那种紧实感到底是哪里紧？还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发觉你的臀部更紧一点？到底是哪一种紧？现在我知道了，应该是拳头开始变紧实了。它开关又被打开，真的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在那个舌头上啦，就它的风味还蛮集中的，然后尾韵就持续蛮久，我到现在都觉得还是味道蛮明显的。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试试我的口水，你会更紧。有啦，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再交换一次。对，我们再交换一次吧，不要怕好啊那不好怕的。好，多纳是谁的？多纳是我的。那这个就你的吗？是不是？我为什么一直都要喝你的啊？我也想要喝他的啊！想加薪吗？尤拉，我只能唱一句。没那么简单。进行我们的三桶融合，对吧？我们现在3个人嘛，对不对？果然，这就呼应一个成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来，三人成虎，漂亮，来，三得九，漂亮，来，三顾茅庐，来，姗姗来迟，双巧福，三桥坡，三双人寿，三教九流，三上优雅。好，我输，我喝。你为什么干杯？你为什么听到优雅就干杯了？我不是输了吗？你们先分享，因为毕竟我现在在恐腔状态。我觉得这支 Moscato 的香气真的好特别哦，从来没有就是在威士忌里面闻过这个味道。对你刚刚说的草本，草本明明就是我说的，请看重播。有，我先说的。看重播。到底谁？这种无聊的要求我是不会照做的。它其实还有一些辛香料，我有闻到一点辣辣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摩卡的甜香。鲑鱼糖，鲑鱼糖。我觉得它香气上蛮有核的水果那种桃李的味道。我觉得这个香气，因为它已经开瓶了嘛，所以其实它接触空气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我反而觉得它的香气是属于比较安静、平静一点，比较属于细致型的调性。你说乌梅、李子或者是肉桂，我觉得它的香气都是突出一点点，我觉得它比较标准的是果实调性，它也是暗色果实。但是它是属于比较还没有开苞的果实，还没有开苞哦。开苞。对，但它大概是在半生不熟的情况下，我没办法去吃它那种感觉。还不所以好吃。它属于比较闷闷的感觉，但又不像青苹果那么轻，中庸的那种感觉，比较内敛一点点。好，那我接下来介绍这支的口感。虽然我之前有喝过，但是我这一次喝我就觉得真的很惊艳好圆润又扎实。我一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觉得好像在喝一瓶很饱满的精酿啤酒，荔枝皮呀，然后辛香料，然后叶子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的鲑鱼塔小姐，我们的亚伯乐呢？平衡蛮耐喝的，所以它其实是属于做出比较贴近市场风味的酒款。然后呢，无论是纯饮加冰加水，它真的非常适合，对，就是像一个稳重的男人，可以跟大家当好朋友。而且它不会得寸进尺，是一支很有安全感的酒。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说格兰多，那我觉得它口感里面的话，反而给我更多的一些比较橡木桶的辛香料味，算是比较扎实一点。回韵给你那种甘甜感的话，其实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于黑巧克力的那种调性。其实坦白讲，它过在2个不同的雪莉桶当中，层次感在你的嘴巴里面会去展现出来。它反而是在香气上面比较冷静一点。对，它在口感里面比较展现出甜不甜，一直在你的脑袋里面交错，到底甜，到底不甜，到底甜，到底不甜，然后喝下去了以后你就失忆。是你刚刚喝太大杯了吧？我们现在要做结论，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影片已经到了40分钟，我要趁我喝醉酒的时候跟大家讲真心哦，各位，为什么你们看我的影片都不订阅？70%的人都来白吃白喝了。
他来看我们的影片不订阅，只有这30%的订阅，你还不订阅？你现在都已经看到尾端了，你还不订阅？会不会是因为你态度这样，所以他们不想订阅？你都已经看到后面的，我拜托订阅一下好不好？拜托，好不好？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要讲结论呢？这一款它在雪莉风格的调性上面，它有把它突出出来。这一款酒的话，我认为它在草本系当中是非常突出了，它有把它本身姆斯卡的风格把它展现出来。这一款酒亚伯乐，坦白讲，就是一位中规中矩的阳光男孩。这就是我的3款跟各位的总结。希望今天你们对于雪莉酒的前世今生，你们都可以了解。各位记得干嘛？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里奥社长来啤酒，下礼拜见，拜拜。